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时评，我是公子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聊点轻松的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这些粉红是如何被洗脑的，他们的这些爱国表现是多么的可笑、愚蠢。你看到刚才这个影片，你可能会觉得刚才这两个小孩特别无知，但是问题不在于孩子，孩子何辜啊？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从小就这样的被洗脑、被教育，从学校到家长都是这种成天仇恨心理的灌输。所以说，他看到杭州举办的亚运会，日本队一出场，他们就歇斯底里了。这种歇斯底里的仇恨的表现，甚至是跺脚，就是你会看到跟当年的中国的红卫兵去反对苏修、反对美帝那种表现是一模一样的。他这些人背后的心理，他们是接受的教育和整个国家的一个社会的形态都是非常相近的。中国的洗脑教育是无处不在的，特别是当他经济现在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去给增加对人民的思想的控制。除了互联网的审查、翻墙的限制以外，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洗脑方式。就是这些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就整个中国人这些爱国愤青们，他们所表现出的这种仇美、仇日，对吧？他们行为本身是花样百出的。同样的，政府对他们洗脑也是花样百出的。之前我讲过了，你种着种地田间地头，他都放几千只喇叭在你耳边去宣传这个党的好。然后你平时开车，收音机里边限制所有的私人经营的电台，全部都是政府官方的。然后打开电视，更不要说了，对吧？每到晚上7点钟，所有电视台统一都是一个频道，都是一个节目，新闻联播。全中国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好意思，你不管转哪个台，你都必须强制你接受半个小时的洗脑。然后我记得我08年回中国的时候，在北京，当时北京奥运会然后到处都是播放着什么北京欢迎你这些歌曲，到处都是张贴的这种爱国横幅，哪怕我们这个小区生活的这个社区里边都有大喇叭成天的给你播放这首歌，让你不得安生，一点清静的时间都不给你。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太正常这个社会有点怪。10几年之后的今天看起来那个时候就有迹象了，对吧？那么下边我们再做一道题也是关于日本的题，就是中国的大学考研究生的一个题目。他问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哪个？给你4个选项 ：A. 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全民族抗战 ；B. 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与进步性；C.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D.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一般你看到这种题目里边有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儿，那你就知道你选择那个最能够夸共产党、最能够捧共产党的答案就没错了。果然，这道题的标准答案就是第4个。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可是前3个呢？前3个他没有完全否定，他在底下解说当中说，本题考察的考点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关键，全民族抗战是重要法宝，同时拥有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支持也是重要因素。他就问的是什么？问的是关键，哪个是关键？可是你的解说里面却说，民族精神是决定因素，全民抗战是重要法宝。都决定因素了，重要法宝了，它还不关键吗？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玩的文字游戏，最后还是要你夸共产党。说白了就是这个他真的是让你想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吗？不是，他就想为了让你说出最后一个答案就可以了。所以中国的历史教育它不是真正的历史教育，都是洗脑宣传教育都是政治宣传，说是所谓什么勿忘历史，勿忘历史，但是很多历史政府却希望你早点忘记。在中国曾经就真的有文革纪念馆，这是2005年由当地的几个老干部，其中包括汕头市的副市长，他们共同建立的。然后到了2015年，创办10年之后，创办人就把这个博物馆交给了当地政府管理。结果在第2年，就是2016年，就被政府强制关闭了。就政府不想让大家去纪念什么文革，去了解文革的历史，他们希望文革馆可以完整保留，让后人以史为鉴，反思文革。但是创办者说，国家好像回避这些东西，这哪是好像，他就是在回避，就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过去自己的黑历史。
这个创办者彭吉安说，当初创建这个文革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这纪念馆旁边还有一个塔园坟地，里边埋葬着70多具在文革当中冤死的尸骨，包括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人。这些人被挖坑草草埋在一起，尸骨无法分辨，后来只能立墓合葬。现在这个文革博物馆的石碑跟题词都被当地政府贴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报。既然互联网在封杀，怎么可能这些照片这些文字摆在一个博物馆里让大家去观看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说什么叫全网封杀？这个网可不只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封杀干净了，线下能出现吗？更不可能出现了。所以说它勿忘历史，是勿忘别人侵略我们的历史，勿忘我们的仇恨，勿忘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啊！它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真的是勿忘历史吗？很多历史他根本就不想大家知道，知道了也希望你赶紧忘记。所以这些都是宣传口号，我们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如果我们把共产党宣传口号当真了，那就真的是蠢到家了。但是呢，这种口号又无处不在，很多人是受到影响的，因为你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你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你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对过去的历史也一知半解，只知道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当然你会变成像中国这种愤青啊，比如说最近就出现了一个，就在29号，浙江的湖州长兴大剧院发生了爱国人士殴打奥特曼的一幕。怎么回事呢？当地在举办一个奥特曼舞台剧的表演，结果有一个男子冲上舞台，推掌工作人员和演员，说奥特曼是日本文化，你这是文化侵略，怎么能够上演这样的节目呢？他的意思基本就是说，在场的都是卖国贼。剧院方面赶快报警，这个人就被警方带走了。这个人是一个游客，他来的时候还带着老婆孩子来的，结果他在老婆孩子面前出了糗。工作人员说他身上好像有酒味，似乎是已经醉酒状态了。就是当你喝醉了之后，你隐藏在这个内心深处的或者潜意识当中的这些东西才会冒出来，对不对？这说明中国人平时受到什么样的洗脑跟宣传教育，导致了他当失去理智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的一种仇恨的种子就会迸发出来。他如果清醒的话，他会知道上台去闹事儿可能是寻衅滋事，可能是这个犯法的行为。但是他喝醉了嘛，他就不管不顾了，觉得我上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你们去宣扬日本文化绝对都是汉奸。他觉得自己代表爱国，代表正义。现实当中的这个法律条款对他没有束缚作用了吗？他的做法跟过去的红卫兵又有什么不同呢？过去红卫兵看到家里有古代的东西破旧就要砸掉，对吧？砸他的东西不犯法，那当然要砸了，因为是政治正确嘛。同样的，反日反美这政治正确，如果法律管不到的话，他们就可以真的去敢这么做，甚至他的很多做法会泯灭人性。红卫兵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做这些事情是没有代价的，而且还能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爱党的情怀。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当这个国家把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仇恨的思想灌输到每个人的大脑里，而当他一旦维稳的力量不够了，或者说维持社会秩序的体制如果松懈了，那么你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曾经出现过的义和团就会再次冒出来，扶清灭洋。但是与此同时，又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知道日本的东西好，日本东西也好卖，所以说有些人就钻了这个空子就是一边卖日本的产品，一边反日反美，表达自己的爱国。比方说过去不是出现了一个冈本六君子吗？我们中做节目介绍过，就是6个在网上呼风唤雨拥有100万粉丝的爱国博主，他们一边反日反美，发表厉害了我国的言论，结果私下呢偷偷的去卖日本的产品，最后被网友调侃说他们是冈本六君子，因为卖的是冈本的产品。还有就是在日本东京新宿的街头，突然又出现了2个女子在奢侈品店的门口直播叫卖他们手上的产品，是三宅一生的名牌包。他们身后还有一辆劳斯莱斯，非常显眼，劳斯莱斯的车标上还挂着三宅一生的包包。他们叫卖了30分钟，在网上就卖出5000多个包，每个包不到500人民币当然不可能是三宅一生的包，而且很多包都是从河北发货或者广东发货。请问这什么产品？当然是高仿产品。这个卖包的女生声称自己是中华儿女非常的爱国，而且她说还要回国。结果没过多久，她又出现在了新宿街头。这就是真香定律嘛？还是日本香，还是日本好？嘴上说的爱国，说的回国，都只不过是骗一骗这些粉红韭菜们而已。但是他们卖的还特别好，就说中国人消费者还是知道日本货好，日本产品质量好，实用性强，大家都知道。
这是事实，对吧？所以他们有人愿意卖，有人也愿意买，因为这都是对自己有利。所以有些人嘴上反日，私下里代理日本的产品，然后有些人嘴上爱国爱党，然后私下要用日本的高仿货。表面上好像是中国人各种各样的分裂哈，但实际上呢，归根结底就是看对自己有利还是没有利。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算是真的聪明啊，他们就是坏，特别是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的人。但是那些真的被蒙蔽的，坚决抵制日货、思想极端，甚至为这些爱国表演叫好的，订阅这些爱国博主，却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好啊，以为他们都是言行合一的，这些人那就真的是蠢了。别人只是装装样子，而他们是真的抵制日货，真的去叫嚣反美反日，甚至是要踏平台湾岛啊，然后不惜自己全家去当炮灰，那这种真的是就蠢到家了。他们一边被共产党政府宣传洗脑，一边呢又被这些所谓的精明的利己主义者、这些爱国博主们欺骗。就是因为这些人太多了，所以说共产党才觉得中国人真好管，这些爱国博主们才会觉得中国人真好骗，最后就变成这么一个精神分裂的伪君子社会。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